我们现在再回忆一下关于草莓度夏的4.5个小秘诀啊。第一个是遮阳，第二个是避雨，第三个是控制好手，适当浇水，第四个是控制好手，适当施肥，第4条半呢，就是如果你不拒绝农药的话，适当打药预防。这4条半再一次跟大家强调，你记住了吗？我们今天给大家来一个反馈贴啊，关于我之前跟大家说的度夏的4.5个要领。这些草莓苗你能看到啊，我基本上没有移动过，它们就是一直这么乱的在这放着。因为我们在扦插那边的苗子，扦插这边的苗子，所以这些苗子在这儿就是乱糟糟的任其生长。那我们看看现在草莓有没有死的？看看有不太好的，但是没有死的。先看看最难受的，就这一颗，这颗可能是桃蕈，又被虫子吃又因为在这角上太阳能晒到，没有遮阳网，中间缺了好几次水，这个都是因为缺水导致的。走茎死了，干死了，这还有新的走茎，但是后续跟上浇水，它们的新叶片也长出来了。这个一看就像2倍体的高山草莓。这个是长期淋雨得的叶斑病，这一看就是菠萝莓，这么多的走茎，这全是菠萝莓的走茎啊，在大量的开枝散叶。这之前跟大家说的这个走茎，有阴雨潮湿，它就自己长白根了。这些一个个走茎我也没有时间去接它们这些4季草莓还都在开花结果。这2个白色的小盆子十方就是我们的 ABZ， 这也一直没有管理过。走茎的应该不是 ABZ 啊，走茎的是樱树，应该是樱树，没有看错的话。好，咱们就拿这几盆 ABZ 跟大家来讨论一下。还有这些 ABZ， 拿这些情况非常不好的 ABZ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说有些草莓到你们手里面没几天就 over 了，可是在这儿真的是能看出来是不是没怎么管理，但是一颗一颗从死的边缘自己又挣扎出来，包括这一颗已经看着死透了，但是现在从侧面又长出来了新的侧芽这个生长点也长出来了新的芽点。这夏风樱花，这都是快死透又回来了。这些是我一直放在我楼上走廊里面的，得了比较严重的红蜘蛛，一直没有管过它们，然后在雨里面在太阳里面暴晒，现在这个红蜘蛛的情况有好转。我也是在做新的尝试啊，就是忽干忽湿。这个草莓的苗子没有死，这一颗也是之前给大家拍了视频得了红蜘蛛的闯地苗，现在这个红蜘蛛应该已经没有了。现在是大多数地方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中伏是吧？俗话说3伏天最热的时候在中伏，夏暑的节气已经过了。大家可以看到啊，我现在已经经过这一个夏天晒的基本上已经成一年当中最黑的时候了。这段时间你的草莓都死完了吗？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草莓在度夏的过程当中都已经表现得非常的不好了，开始有些就已经硕果仅存的那么几颗，有些已经全军覆没了。还是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草莓度夏啊。之前跟大家分享了关于草莓度夏的4.5个小秘诀，有些人尝试了觉得还不错，而有些人他还是说我的草莓在不停的死。那草莓到底度夏能不能熬过去？特别是南方的两广地区啊、福建地区啊，在高温高湿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草莓很难能保得住。之前跟大家说的4.5个秘诀，最重要的2点就是遮阳和避雨。遮阳，看我现在在的地方就是一直搭的遮阳网，看头顶上这个遮阳网一直在搭。刚刚跟大家看到那边上的最不好的那颗草莓，就是因为没有在遮阳网下面，它就是经过暴晒忘了浇水，而导致了绝大多数的叶片全部干枯。好在后期有下雨的时间又缓过来了，根还没有死。其他的这些草莓能看到，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就是没怎么管理，它长得还是不错，至少在我这里面长得还是不错。但这样你能遮得住？一般去做避雨棚的可能会条件比较局限，像我这个院子里面也是没有做避雨棚，没有做避雨棚会导致什么样一个结果啊？这个草莓虽然遮阳了，但是没有避雨。这个盆土里面，因为我这儿最近半个月一直在不停的下雨，
盆土就没干过，一直是高饱和的状态。高饱和的状态就会出现一个我们说的沤根闷根的现象，因为根系里面的水分虽然多，但是水分里面的氧气是被根系吸收走了，没有新进驻的氧气，所以根系会因为缺氧而导致黑根。看看我的草莓也是这样，基本上看到的根系都从白根变成了黄色，又变成了褐色，到最后有很多，就是相当一部分变成黑色。我现在手指的就是这个黑色的根，黑色的根碰到了都没有办法，因为是高温高湿。那我们就让它扛着，不要去浇水，慢慢的从这个根系上会长出来新的小白根。如果你那边要是一直不停的下雨，那可能会挺不过去。所以说遮阳和避雨这2个重要的步骤，你如果能给它同时达到的话，就会加大它在度夏成活的这样一个几率。那你只达到了一点，或者遮阳或者避雨，它就可能会比那些纯粹暴露在外界也不遮阳也不挡雨的效果会好一些。我们现在能看到，不管是这一颗还是这些啊，这个还在不停的开花，之前的叶子已经好多都已经死了，但是它还在不停开花的这颗是单瓣的红花托斯卡纳。我不去脱盆之前，我就能判断它里面的根系基本上都是已经开始往黑了变了。但是经过遮阳避雨，它会慢慢的长出来新的白根，能看到新的白根会长出来。这一棵樱树呢，它在遮阳，走了5、6条走径了，它起码是在遮阳。我能看出来这老叶都没有打，就证明我多长时间没有管过它，就是任其生长。在这样一个有遮阳网的环境里面，它的白根就多一些。一个原因就是遮阳网能挡住强烈的阳光，不会让这些盆子被晒透晒爆。那就是在高湿的情况下，它可能里面的温度不是很高，造成闷根的几率就会大大的下降。所以夏天都快过去了，很多朋友的草莓已经全军覆没了啊。那我们今年可能因为这样吃一堑长一智，到明年的时候，我们想顺利的度夏，还是像我这样的，至少搭一个遮阳网。如果有条件的话，既搭遮阳网又搭一个避雨棚，这样你的草莓可能就会成活率高一些。夏天来了，秋天还会远吗？到秋天就开始大量的梅友开始种草莓了。那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温度、什么样的季节最适合种草莓？我们将在下一个视频跟大家来分享。如果你喜欢草莓，如果喜欢种草莓，请关注跟草莓死磕到底的手艺人飞宇。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